最近网飞神作《饥饿站台》第二部震撼来袭。2019年，《饥饿站台》第一部一经推出就火爆网络，被无数人视为社会隐喻的神作。高概念、高设定、紧张、悬疑、刺激。第二部延续第一部的设定，但比第一部尺度更大，映射范围更广，烧脑程度更高，很多人都表示看不懂。今天月哥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部神作续集。故事依旧发生在垂直监狱坑，监狱一共有333层，每层2个人。餐台每天都会准时从第一层往下移动，一层停留大约4分钟，所以下层的人只能吃上层人的剩饭。1个月后会被重新分配楼层，至于分到哪一层，那就要看运气了。所以越到下面越没有食物可吃，吃不饱的人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然后期待1个月一次的重新分配。不久之后，监狱出现了一批觉醒者，他们制定了法律，规定每一层的人只能吃自己入狱前选的那样食物，或者跟别人自愿交换食物，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一层的人都可以生存。餐台缓缓下降，来到24层，这里有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和一个一脸文艺气质的女人。男人发现自己的披萨被人吃掉一大半，他非常生气，决定吃掉别人的食物报复。可他的上层是2个觉醒者，他们不停地劝说，如果你破坏规则，下层的人就会被饿死。这个月你很幸运在24层，可下个月呢？男人有些犹豫，女人一个劲地劝他遵守规则。男人终于放弃了多吃的念头。很快消息自下而上传来，只吃自己选定的食物，这种秩序只维持到44层，之后便中断了。但这座监狱坑一共有333层，下面肯定还有很多人没饭吃。23层的觉醒者告诉男人，明天19和20层的同伴会下到21层保护你的披萨，42层和43层的同伴会去44层确保下面的人遵守规则。第二天，餐台上传来打斗声，维持秩序的觉醒者下到21层与偷吃披萨的野蛮人打了起来。23层的觉醒者号召男人和他的狱友拿起武器，共同维持秩序。男人还在犹豫，女人立刻开始行动。平台降下，上面躺着21层破坏规则的男人。忽然23层有人跳了下来，因为在刚才的打斗中，很多食物建在了23层，他们来不及清理，唯一的办法就是跳下来。因为储存了食物，23层温度迅速升高，一个来不及逃跑的觉醒者被烧成火人，坠落在了24层。因为这次惩戒行动，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吃上饭。男人觉得他们之所以没吃上饭，不仅是因为21层的偷吃者、觉醒者也要为此负责。他本来昨天可以吃其他食物，这样今天就不会饿肚子。No, no, tu fermes ta gueule maintenant. No. La libertad no tiene nada que ver con comer lo que te dé la gana. Nada, ¿ok? 觉醒者的狱友死了，他疯狂打那个偷吃者，发泄着心里的不甘和愤怒。随后，觉醒者准备带着偷吃者一起下去寻找其他受膏者。所谓受膏者，就是接受过大师施舍的人。这套规则也由此而起。很久以前，监狱里出现了一位大师，有人和他一起被分到监狱底层。他竟然效仿佛祖割肉喂鹰，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喂养和他同监的狱友。这些人接受了大师的恩惠，开始宣传并执行他的团结理念。这些人被称为团结派。最忠实的团结派就是这些受膏者。听完觉醒者的讲述，男人非但没有被感化，还讽刺他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派革命家，倡导用严刑峻法来维持法律秩序。等到第二天餐台降下，男人发现自己的披萨果然完好无损，高兴之余，他开始大快朵颐。一旁的觉醒者却在吃完自己的食物后，把昨天死去之人的食物倒进了便池。他宣布说，法律禁止我们吃超过1份的食物，如果法律允许不平等的情况发生，那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人会为了多吃这1份食物，选择杀死自己的狱友。你们每天都要确保这些剩菜完好无损的到达这里，然后监督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当然，你们也可以互相交换，但前提是必须把自己的那份食物扔了。相信我，这是最佳方案。说完，觉醒者把21层的偷吃者扛上餐台，他要带这个野蛮人下到受膏者聚集地，对他进行严酷的处罚。觉醒者走后，女人严格执行他留下的规则，把剩菜全部扔掉。但男人却动起了歪心思，如果只吃自己那1份食物，只能保证不饿死，但要想吃饱，就必须偷吃别人的食物。趁女人不注意，他偷吃了1块五花肉。很快就到了月末，他们即将轮换楼层。女人是个艺术家，她在墙上画了一幅毕加索风格的抽象画，
男人说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愚蠢，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数学，最后却放弃了。这一切都是因为负一的平方根。这个根的解在数学里被称为虚数，虚数的概念与宇宙中任何物理现实相悖，所以他就再也没法相信数学了。他辞去工作，放弃研究，甚至抛弃妻子。女人难以理解，就因为这个就抛弃妻子，这不是有病吗？而且虚构的有什么问题吗？他是个艺术家，虚构正是艺术的创作方式。男人好奇地问：那你是怎么到这里的？女人名叫佩伦，她来这里是因为她需要时间。在一次艺术展上，她不听朋友的劝告，执意展出了一件物理意义上非常尖锐的艺术品，并且没有做好安全防护。一个孩子失足滑倒，发生了意外。佩伦聘请律师打赢了官司，后来他把这个艺术品高价卖了出去，但他还是陷入了良心的漩涡里，所以他选择来到这里忏悔自己的过错。就在这时，下面传来消息，在法律的维护下，食物已经到达175层，大家欢呼雀跃。佩伦也非常欣慰，邀请男人与他共舞。1个月过去了，一觉醒来，佩伦发现他们轮换到了第180层，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楼层。就算按照最新进展，他们也没有食物可以吃。男人已经绝望，但佩伦并没有泄气，情况正在越来越好，说不定食物能够到达这一层。上面传来消息，通信链停在了169层。男人立刻改变态度，原本他对那些限制自己自由进食的觉醒者深恶痛绝，但此刻他却改变了立场。他希望罗伯斯庇尔那帮人可以严格执行法律，惩治那些不法分子。佩伦仍旧对食物充满信心，因为他遵守了法律，法律就应该给他基本的生存保障。但男人却说，我们在24层学会了尊重法律，那是一个微妙且充满希望的楼层，但是在这里尊重法律毫无意义。餐台下降，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没有食物，连餐盘都被舔得一干二净。佩伦既震惊又愤怒，他在高层时选择了遵守法律，可轮换到低层后，法律竟然没有保证他的权利。虽然没有得到食物，面临着被饿死的命运，下面的忠诚派依旧在歌颂大师。Mirad, mirad la luz del maestro irradiada sobre nosotros. Aunque nuestro hogar sea destruido a fuego y espada, ahí seguirá firme su casa invisible. Ahí seguirá firme su casa invisible. 时间一天天过去，佩伦他们已经一连好几天没有进食了。男人饿得受不了了，开始用打火机灼烧自己的手掌，以此转移注意力。佩伦赶紧阻止。就在这时，一颗头颅从天井坠落，底层监狱一阵欢呼。这是受膏者在用雷霆手段惩罚那些多吃偷吃的野蛮人。他们觉得食物很快就会降临。男人甚至觉得一颗头颅太少，应该将所有违法者全部处死。上层的忠诚派高喊着：法律就是力量，法律就是严格和秩序，正义之人将保持正义，被玷污的人将继续被玷污。受膏者逐层而下维持秩序，不断有违法者被扔下天井。很快，好消息传来，受膏者已经打通通信，上个月的违法者也会被彻底清算。男人在24层偷吃了一块五花肉，这件事已经传到了受膏者那里。男人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是个胖子，只吃一块披萨显然无法管饱，所以他在24层违反了法律。想到自己刚才对违法者赶尽杀绝的诅咒，想到自己也是违法者中的一员，他顿时感到一阵愧疚和无助。其实他并不是什么数学家，负一的平方根只是他虚构的说辞，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和失败者，被妻子赶出家门，被父母送进监狱。他的人生充满了错误、欺骗和谎言。就算到了监狱坑，他依旧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想到这里，男人彻底崩溃。男人点燃自己，化作一团火球，堕入天井。佩伦开始怀疑受膏者制定的法律。男人虽然说谎破坏规则，但也应该有改过的机会。但严酷的规则却将他彻底逼上绝路。很快，1个月又过去了，佩伦来到了51层，他有了新的狱友，而这个狱友选的食物竟然是李子。很快，餐台下降，上层依旧有人不遵守规则，新狱友的李子被人吃得乱七八糟。佩伦发现狱友的手臂是残废的，虽然他非常好奇，但也没有询问。忽然，下面传来消息，54层有一个野蛮人，这个人在第2层像头猪一样胡吃海喝，每天都吃到吐为止。佩伦义愤填膺，想要跟52层的人一起去收拾这个混蛋，但52层的人却说，法律规定必须是正上方楼层的4个人才有权下去执法。佩伦对上层这些胡吃海喝的混蛋深恶痛绝，
正是因为这些破坏规则的人，他差点被饿死。他不顾规则的限制，私自拿起武器上了餐台，狱友也跟了上去。很快，他们就下到了受膏者所在的楼层，但受膏者并不领情，还指责他们已经违法了，这样会导致通讯链中断。佩伦才不管什么狗屁通讯链，他只想惩罚那个违法者。受膏者没有阻止他们，为了保持通信不被中断，其中一个受膏者选择驻守原地。很快，平台下降到54层，混战一触即发，违法者寡不敌众。Déjame seguir mi camino. Llevo más de un año y medio metido aquí dentro. Por favor, lo que comí fue para recuperarme. 最终，佩伦放过了这个违法者。狱友一直惶恐不安，因为他们虽然平定了违法者，但私自下来也算违反了法律，肯定会被达金惩罚。他来这里后一直遵守法律，只吃自己的食物，在需要时平定违法者。但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营养不良，奄奄一息，所以就把一个死人的食物分给了他。但几天后来了一个受膏者，他叫达金巴比，是最严格、最狠毒的受膏者。他决定杀一儆百，执行警戒式惩罚。我们拿了死人的食物，即便是为了救人，他也认为我们触犯了法律，一点也不讲人情。最后，我失去了一条手臂。我的狱友拼死反抗，挖掉了达金的双眼。达金下令将他赤身绑在平台上，并将他送去了最底层。我眼睁睁看着底层的人把他生吞活剥。佩伦听完后非常震惊，但他还是替受膏者开脱。上个月，其中一个受膏者拯救了很多快要饿死的人。我们要继续帮助其他人，让这里更加公平。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直到离开这里。狱友绝望道：“你还不明白吗？没人能离开这里，在这里没有人能活下来。”就在佩伦陷入绝望时，狱友忽然说：“每个月底都要重置监狱坑，他们会用气体将我们迷晕。只要我们能想办法不吸入这种气体，就有机会逃走。”第二天，受膏者已经到达佩伦的上方，不断有尸体从天井掉落，餐台底部还绑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他即将被当作食物送去最底层。很快，达金带着一群受膏者来到51层，佩伦和狱友一阵战栗。达金开始了他的审判，他质问52层的受膏者：“你明明知道后世人法则，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参与平定行动？”受膏者解释说：“我留在原地是为了保持通信链不会中断。”达金下达判决：首先，轮到你下去的时候，你没有下去；其次，你让他们下去了，所以你犯了双重失职罪，将会失去一条手臂。受膏者的狱友因为纵容佩伦他们下去，也将面临处罚。他极力为自己辩解。La ley no se interpreta, se cumple. 他冷冷地对佩伦说：“你犯了罪，你会失去一条手臂。” No puedes castigar al que defienda la ley. No, te equivocas. No defiende la ley el que la incumple. Es más, aquel que obra así, tarde o temprano, interpretará la ley de forma interesada. 达金慷慨激昂：“我们杀人是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人再杀人的未来。下面有很多野蛮人，只有恐惧才能制服野兽，恐惧就是信息。”很快，行刑开始。受膏者用绳子将佩伦他们的手臂绑在天井边缘。随着餐台的下降，惨叫声传遍整个监狱坑，震慑着下层蠢蠢欲动的野蛮人。1个月后，佩伦轮换到了72层，和他同监的是一个看似和蔼的老人。经过断臂事件之后，佩伦对受膏者彻底失望。这些人制定并解释了所谓的法律，初衷可能是好的，但他们不仅不能保证人人守法，甚至还演变出了新的暴力和控制。饥饿站台底层的生活依旧没有改变，相反，在严酷律法的压迫之下，人心思变，一场大内斗似乎无可避免。佩伦对严酷律法颇有意见，但也不认同自由派只顾当下放纵欲望的做法，因为那样必然会死更多人。所以在这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又做不到绝对的公平，生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唯一的办法只有逃离。和他同监的老人是个彻底的自由派，餐台一到他就开始大吃特吃，完全不顾什么法律。佩伦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下面肯定还有很多自由派，不如联合起来对抗受膏者，就算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制造混乱，趁机找出逃走的方法。老人和他一拍即合，他们乘着餐台下降，逐层游说，劝说那些被受膏者处罚以及在底层吃不上饭的人加入他们。没有人不喜欢自由。很快，自由派势力逐渐壮大，他们甚至有了自己的口号：我们生而自由。这些忠诚派讨厌自由，所以他们才讨厌我们。这套说辞成为他们对抗忠诚派的宣言。很快，平台下降到93层，佩伦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是一幅画，
也是他逃出升天的钥匙。自由派在93层会合，他们大肆吃喝，放纵欲望。佩伦知道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第二天，餐盘像雨点一样落下，达金带着忠诚派从上面杀了下来，但他并没有直接开战，而是断了他们的食物来源。至于更下层的忠诚派，只能沦为维护法律的牺牲品。看着空空如也的餐台，大家一筹莫展。老人忽然说：“如果我们下去吃他们的人啊！”大家听完一阵欢呼。达金无法容忍自己的人就这样被吃掉，很快他就带人来到下层，与自由派正面开战。这一场混战昏天黑地，惨烈异常。最后只有佩伦和老人幸存，他们一直苦熬着，无论如何饥饿，佩伦都没有吃过人肉。轮换的时间即将到来，佩伦将画布撕碎吸进嗓子，窒息晕倒的他并没有吸入麻醉气体。醒来后，佩伦发现监狱坑处于无重力状态，他在一片绿光中游荡。一群戴着面罩的黑衣人将熟睡中的囚犯打包送入不同的楼层。恍惚中，佩伦来到了333层，一个男孩被当成食物放在餐桌上，对面一个男人递给他一把刀。佩伦犹豫着挣扎着，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欲望。他抱起反抗，救下了男孩，而后搭乘平台下降到了最底层，这里是亡灵聚居地。有亡灵告诉他，你的旅程结束了，但他还有一次机会。说完，他们一起将男孩放在平台上，看着他缓缓上升。在现实世界中，佩伦因为自己的执念和贪念，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害死了一个孩子，所以为了赎罪，他来到了监狱坑。在即将被饿死之际，他放下贪欲，拯救了另一个孩子。这一刻，他终于洗清罪恶，获得了解脱和重生。但无论是这个男孩，还是第一部里的女孩，信息一个又一个被送上去，却依旧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身处阶层，所以逃无可逃。底层想要公平，中层想要自由，上层想要特权。但资源是有限的，所以矛盾永远无法调和。所谓的法律也永远无法做到公平，它只能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公平并不重要，服从规则很重要。无论是第一步的自然法则各凭运气，还是第二步的强制分配统一管理，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服务器里，没有任何规则能够确保公平公正。很无奈的是，你的命运如何，有时候真的是看运气的。这是监狱坑无解的难题，也是人类社会无解的难题。